我是小李子，因应粉丝小凡的回馈，今天将跟大家分享面对同事抱怨时你要如何应对。以下将呈现3个现实案例。案例1，同事抱怨老板的应对方式，先安抚，再小以大义。小李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老板特别不公平？年终奖金每个部门的分派比例画的都不一样，明明我们人资部和你们财务部也很辛苦，贡献度也很大，为什么就给研发部门奖金特别多？我们支援行政单位不是人哦，我身为人资长都看不下去了。人资长不要太生气啦，老板应该有他的想法和考量，毕竟我们公司是因为研发设计出新的产品，才得到客户大量的订单，进而帮公司赚大钱啊。况且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工作职责，不同的目标绩效，老板也会因应每个部门和每个人的表现差异去做调整，相信他会做出最好的安排。不过人资长，你把你跟老板讨论的年终奖金内容讲给我听，这样好吗？这不是公司机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2人都是主管也是同事，属于同层级同温层，不会有事啦。但未来你若有公司内部好康的财务投资案或股票内线消息，也要跟我分享哦。可是这些资讯通常就会在新闻上直接公布，不用特意私下才说给你听，到时就太慢了。好吧，我只是很不爽老板的决定，抱怨给你听，叫你评评理。可是你好像觉得老板不是偏心，那就算了。案例2，老板抱怨员工的应对方式，先道歉，再提出解方。我真的很受不了你们这些员工，有时候不要跟公司这么计较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好吗？如果这一丁点都要斤斤计较的话，那建议大家还是去找别家公司工作会比较适合。老板谁又跟你说什么了？有员工跟厂商抱怨说什么我们公司无弹性和人性化，说我们是专门压榨劳工的公司，也说我是惯老板。他们说我们公司怎么做的这么刻薄，迟到1分钟就要扣特休假半小时，或者扣到连全勤奖金也没了，这不是公司规定吗？为什么大家都不遵守，反而去到处乱说？老板，记得当时你有在员工生日会上用口头说明，员工以为你只是说说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真的实施和扣钱了，结果大家就生气反弹了。难道公司一定要白纸黑字公布才能实施？我是老板，口头说的都可以不算，一概不作数。员工说因为扣钱会让他们心很痛。好吧，算我疏忽，可是你身为人事部主管，当时也没有提醒我，你也直接把员工扣钱啊。老板，真对不起，我和部门的确都有错。当时我以为您已先口头宣达，没想到还没有要导入实施的意思。未来我们人事部会更谨慎地和您讨论和评估方案的可行性，并且设定宣导期以及明文公告规章，无论是用纸张贴在公布栏，或寄邮件给全公司，这样对员工来说也比较能清楚和了解公司的政策跟方向。只是也要跟员工们宣达，以后对公司有任何不满或意见，应该先来找主管或老板讨论，不可以先对外面的厂商或客户乱放话，很没礼貌，也没有给公司和老板面子哦。老板好的，会再跟员工们宣导在职场上做人处事的原则和道理。案例3，同事抱怨同事的应对方式，先倾听，再适当拒绝。小 K， 我只是来工作的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听同事抱怨，顾及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绪？他们不高兴，说其他同事有鸡排吃，就他没有，我要听；他们难过，和老公吵架，我也要听；他们遇到快乐的事，中了200元彩券，我更要听。我觉得我已经变成别人发泄情绪的垃圾桶了，这样不仅影响我的工作效率，也会影响我一整天上班的好心情。小欧，你可以先回他说你在忙，等有空时再听他说，不然你会承受太多坏情绪，也一直吸收负能量，对你的身心会有不好的负担哦。另外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有时候你无视或者不在意那些人讲的话，而让那些人慢慢的远离你呢？要怎么做才能让那些人远离我？你可以先有诚意的听听他的说法，看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诉求，你再见招拆招的回应。譬如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急件要处理，我又是专案负责人，比较无法配合你的时间，等下次有空时再倾听他发生的事件，然后你可以请他喝一杯饮料，采取补偿式的拒绝方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采取适当的拒绝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，既可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，在公司也会有更大的竞争力。没错，因为若你一直不去拒绝他，就只能被他的情绪勒索。但记得不要马上说我没空，我不听，别来烦我之类的话，拒绝时要尽量的委婉和明确。好像
是不错的方法耶，但万一惹怒他，不是就会伤害同事情谊？有句老话说，上班好同事，下班不认识。我们出来社会工作，不要被别人的负能量影响。职场就是要会逢场作戏，若因为这样做就被他人讨厌，那就是代表他个人的修养有问题。你就可以趁此机会远离负能量的人，转而和其他良善的同事建立友好关系，进而获得正能量哦。